大家好，我是猫盾，今天我们来聊轻型机兵格斗家红。红的核心天赋是兴奋，每层兴奋会使回避率提升3%，主动攻击时还会使暴击率提升5%，最多可叠加5层。闪避和暴击都是红的核心能力，所以红也可以分为闪避流和暴击流两种流派。红的前期会比较偏向暴击流，后期则是以闪避流为主，因为它更加实用。闪避除了可以避免受到伤害外，还可以用来避开一些麻烦的减一状态。在一些高难度的副本中，红也经常被当成是一个闪避坦来用，被安排走到前线去闪避一些伤害比较高的单发武器，比如导弹、狙击枪和近战格斗等等，这些全都是红有机会闪避的目标。天赋自带的闪避提升，加上轻型机兵本来就拥有比较高的闪避能力，这些都成就了红，让他成为全游戏最能闪的闪避一姐。也正是因为这个超高的闪避能力，让红成为了高难度副本经常用来通关的角色，这是红后期最大的价值所在。接着我们先来看红的神经驱动，首先是 Gamma 异区。其中在攻击和在行动的可发动次数很重要，所以红的 Gamma 异区最少也要开到7算力。最后的3个技能全都和追击有关，但它们的重要性都不如 Gamma 2区的技能，所以剩下的算力我们都会留给 Gamma 2区。一开始可以先给红3个仿生超导体，去激活 Gamma 2区算力时的技能。算力时的技能可以让红在完全回避后，额外获得1层兴奋，这是红最重要的兴奋来源之一。其次是算力13的技能，可以让红在造成暴击后也能获得1层兴奋。这就是为何前面会提到红可以分为闪避流和暴击流2个流派的原因。因为你可以靠闪避，也可以暴击去叠加兴奋，然后再通过兴奋来使2种属性都获得提升。前期红需要伤害来收割，所以可以先叠暴击，后期难度逐渐变高，红无法一拳收割，就会慢慢往闪避的方向去发展。闪避除了事关生存，另一个原因其实也是因为靠闪避来叠加兴奋，会比靠暴击来得更有效率。红是一位格斗家，射程只有1格，因此在很多时候红在被攻击时都是无法反击的，所以触发闪避的机会自然就比触发暴击的机会更高。暴击只有在红攻击时才有机会触发，而闪避不管是攻击还是被攻击都有触发的机会。西尔维亚在后段手让前排敌机去撞红，也是常用来叠加红闪避的套路。最后一个算力16的技能会使红的普攻有概率发动连续攻击，每层兴奋提升10%。满层5层就有50%的概率可以再攻击一次，就等于是打出了双倍的伤害。连续攻击是在我方攻击后，敌方反击前就补上1次攻击，而且倍率还是和普攻一样的完整伤害。有时偶尔运气好，在攻击的部位打在了同一个部位上，还能爆掉原本无法打爆的部位，而触发再攻击再行动技能。红就是这么一位非常靠运气的机师，运气好起来，不但敌人打不到你，你还能打爆原来无法打爆的部位。红这个名字实在是没有取错，听起来就非常有鸿运当头的感觉。和 Gamma 1区的追击相比，追击是在敌方反击结束后才会再给敌方补上1拳。这不仅要多承受1次伤害，而且追击发动的概率最高只有30%。伤害倍率还只有正常攻击的 0.75 倍，所以明显是没有 Gamma 2区的连续攻击好用。等到后期能拿到高算力的芯片后，就可以继续投入仿生超导体给红，把算力拉到7+16了。接下来说说芯片，红色的依旧是以优先刷格斗属性为主，黄色优先格斗暴击和格斗命中。如果你的命中太差，经常打不到人，就优先给命中。而蓝色芯片自然是优先轻型机兵闪避了。这边再来说一个细节，在出力许可的情况下，红也可以抛弃全套，而改用2个打桩机的组合，因为打桩机无论是命中还是暴击率都比全套高，唯一的缺点也只是重量会更高而已。
接下来说说红的技能要怎么装备。红有3个主动技能，1个指令技能和4个被动技能。其中意气风发是红必带的一个被动技能，它能使红在获得增益效果时，让增益的持续回合数额外增加1回合。这个被动能力也是为了让红的核心增益、兴奋效果可以维持得更久一些。有了更长的持续回合数，红就能更容易地将兴奋长期维持在5层之上，以达到长期拥有高闪避和高暴击的能力。别忘了，兴奋的层数还会影响连续攻击发动的概率，这些都是不得不带这个被动的原因。剩下的2个位置看情况需要，但一般都会更倾向带2个主动技能，毕竟机师都是要靠主动技能来打伤害的。红的3个主动技能，第一个是2AP 的寸拳，会攻击单个目标并造成 1.6 倍的伤害。第二个主动技能是3AP 的升龙式，一样是攻击单个目标，伤害只有 1.35 倍，但必定会命中躯干。升龙式的伤害不如寸拳，但消耗的 AP 却更高，这就是可瞄准的代价。前期基本上就是带这2个主动技，不能爆躯干时就用寸拳打，优先以击破部位发动再攻击为主，一旦有升龙式能收割的，就使用升龙式来收割。当然你也可以先用升龙式来压血，然后用狙击手来做最后的收割。总之红和西尔维亚真的配合无间。升龙式也可以在打首领时用来快速打躯干用。最后一个主动技能是红的4AP 大招崩山。崩山会使用2把格斗武器去攻击单个目标，造成2次 0.85 倍的伤害。崩山的第一击必定会打在耐久值最高的部位，若未击破，则第2击也会打在相同的部位上。虽然技能上没有明说，但崩山其实也是一个可以用来打躯干的技能，因为一般来说躯干都会是耐久值最高的部位。但是崩山的用法就刚好和升龙式相反，它只能用来压血，而不能用来收割。崩山的2拳加起来一共是 1.7 倍的伤害，是红的所有主动技能里伤害最高的一个。在后期，想靠一个升龙式就直接收割躯干已经很难做到，因为它的倍率实在太低了。想靠升龙式来压血又太慢，这时崩山就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因为它的倍率更高，可以打得更快。因此，在开启了崩山后，我个人会更倾向带寸拳和崩山。在需要快速打爆躯干的特殊场合，你也可以直接佩戴升龙式和崩山来交替使用。最后，也来快速的说一下红的其他技能。唯一的指令技能极刑，需要消耗1AP 来使用。使用后会获得移动力和暴击率提升，行动后仍可利用剩余的移动力来继续移动。比较少用，只有前期暴击流或者有需要赶路的特殊场合才会考虑带这个指令技能。被动技能气定，遭受攻击和反击时，若周围1格内没有友军，回避率提升 12%。在有需要用红来回避首领伤害时，可以考虑拿出来使用，又或者是在有梅丽莎全图奶支援、有等级压制的情况下，也可以让红单独走一路来快速通关。剩下的2个被动技能都是效率比较低，基本不会用到的技能。契合会在无法反击的情况下使暴击率提升，不过暴击后效果就会消失。鹤行是个保命技能，在受到伤害后，若击兵的总耐久值低于 50%， 下次遭受到的攻击或反击时必定会闪避1次。一般会挂掉都是因为被围殴，所以只能闪避1次，而且要3回合才能用1次的技能是真的没什么用，还不如毁旗来的更加实用。最后来说说红的抽取建议，基本上它就是个必抽的格斗家人权卡，目前依旧是最好用的格斗家，在高难度副本中也经常可以出战。红的机兵也因为模组撕裂框架和它极其相配，所以也是红必抽的机兵。撕裂框架能使造成暴击后提升回避率，完全回避后提升暴击率，这完全就是为红而量身定造的机兵。撕裂框架所给的增益只有1回合，但如果你带上了意气风发这个被动，那么你获得的增益就会有2回合。其他适用的模组，高级一点的就用强电场的近战单元，
可以提升红需要的命中率和暴击率。强电场原来是弗列达的机兵，但现在弗列达普遍上都使用木色之牙，所以如果你有歪道强电场，就可以把它拆下来给红使用。前期还不能装备橙色模组时，也可以使用紫色模组猛击装置来过渡。背包方面，前期可以使用增伤背包或飞行背包过渡。红潜能3后就可以穿越机兵，所以后期除非有特殊需要，否则红一般不会再使用飞行背包。闪避拉起来后，后期的红几乎都是带着干扰命中的背包的。至于要不要把红拉到潜能3，平民还是没必要，等歪就好了。有潜能3固然好用，但前期可以使用飞行背包来解决不能穿越的问题，所以对比其他技师更重要的潜能3，红的优先顺序就不是那么高了。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